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吃完饭很快就饿了，然后下午总是想找零食吃，减肥期间总是觉得肚子饿。那很多人以为减肥就应该要少吃，但是真正聪明而且可以长久保持体态的做法，应该是要吃对哦。所以第2周的减肥，来看看怎么往吃对的方向前进吧。嗨，大家好，我是食品科学营养毕业，目前对营养和健康还很有热忱的素怡。这个是11周减脂迎新年，第1个星期的那4件小事：定时吃饭、喝够水、多活动、聪明选择。你完成了几项呢？留言让我知道哦。那无论你完成了多少，只要开始了，就是一个超棒的一步哦。而这个星期我们要从启动进入到建立节奏咯。要怎么开始？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蛋白质。那在开始之前，上一周我们有提到的几点要先讲一下。第一，建议拍一个减肥前的照片，可以1个星期拍1张，尽量要看到肚子、大腿，才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哦，前面、后面还有侧面。同时也要量腰围和体重，要肚脐的那一圈哦。虽然每天都应该要量，但是不是要你身材焦虑哦，而是我们要看一个平均值，每天多一点少一点都没有关系，只要继续把那4件事情做好。像是我昨天跟今天就差了1公斤，但是没关系。好，为什么减肥期间大家都会听到很多关于蛋白质的说法呢？3个原因。第一，蛋白质的消化比较慢，让我们的血糖上下起伏不会太多，它会比较平稳，就好像是滑翔机而不是云霄飞车，所以比较有饱足感，也可以从根源上杜绝我们乱吃的欲望。第二，减肥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往热量赤字方向走嘛，但是现在你不要烦恼热量赤字这件事情先。身体可能也会同时的分解脂肪和肌肉，吃够蛋白质就是等于告诉你的身体说，有足够的原料咯，所以脂肪可以走，但是肌肉要留下的这个讯号，这样也会让我们的肌肉不容易流失，新陈代谢也比较不会被影响太大啦。第三，在之前的食物产热效应的影片里面有提过，当我们的身体消化蛋白质的时候，需要的热量比消化碳水化合物、淀粉和脂肪来得更高，所以间接的你可以吃得更多，但是也燃烧得更多啦。所以这个第2周的终极任务就是要确保你每一餐都吃2个掌心的优质蛋白质。应该要怎么做呢？4步。第1步就是选择蛋白质，可以优先选择植物蛋白到动物蛋白，白肉到红肉，所以就会是豆、奶、鱼、蛋、鸡、肉类。蛋白质的话，可以选择1份动物蛋白1份植物蛋白，而且我之前也有说过嘛，摄取70%的植物蛋白和30%的动物蛋白的蛋白质质量是媲美100%的动物蛋白质来源的，而且又有更多的健康益处，所以就尽量多元化一点吧。因为减肥期间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可以持续，所以建议把你爱吃的食物都列出来，然后看看这1周里面可以怎么去搭配和吃啊。比如果你不喜欢吃鸡胸肉，不需要去勉强，你可以选择豆腐啊、虾子啊、鸡蛋等等这一类型的选择。武装好你的冰箱，让你想吃的时候一打开，优先选择的就会是优质的食材，简单又可以持续哦。第2步，与其每一天都烦恼，不如集中处理。在我没有出差的日子里面，通常我会在1周里面可能找1天的1-2个小时的时间，做一些简单的备餐。我自己常常的做法有3个。第一，腌好冷冻法，把你自己喜欢的肉类，通常我是鸡胸肉啦，一餐的分量来分装，并且加入不同的调味料，简单的可以是酱油、蒜蓉，柠檬加 herbs 等等，然后直接进冷冻。要吃的前1个晚上拿到冷藏去退冰，隔一天花一个5到10分钟煎好就可以了。第2，烤箱法，把豆腐切小，鹰嘴豆泡胀，包菜、胡萝卜、西兰花切成1口大小，然后放一些橄榄油、调味料进烤箱，一次过可以准备1周的配菜和蛋白零食，简单又方便哦。
最后就是一锅熟，直接煮一大份的一锅，通常会是3到4餐的分量，然后全部分量分装冷冻也是很方便的。还有就是冷冻的食材，像是毛豆也是可以准备上哦。第3步，每一天的快速组合，你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配料，一些备餐的食材，每一餐只需要从冰箱拿2份掌心分量的蛋白质，搭配上想吃的蔬菜和主食，配上不同的酱料风味，每一天都可以很简单的完成，又可以有不同的组合的变化，是不是很容易？第4，吃进去的蛋白质也是需要一些信号来告诉身体去修复和建造肌肉的哦。所以这一周也是一样要运动3天。我自己的习惯是1天练腿，1天练上肢，1天是间歇性训练，通常30到40分钟，但是也要是看你目前的运动量来调整哦，不要一下子增加太多，也是可以增加难度，不增加时间，如果你时间比较不充足的话。那完成了肌肉训练，你的身体也是会迫不及待把你已经吃的蛋白质好好的运用起来咯。你还记得上一个星期吃了什么吗？不记得吧？因为我自己的话，我发现自己有记录饮食的时候是比较不容易吃太多。如果你想要记录很详细也没有问题，但是我自己的话是记录拍照记录每一天吃的确切分量而已。你会发现你自己会更加注意每天到底吃了多少。每天晚上也可以看看，你当天有没有达标啊？就是主食3个拳头，6个掌心的蛋白质，还有6个拳头的蔬菜。如果当天有吃加工食品或是精致淀粉类，到底吃了多少？有意识的吃才不会乱吃哦。所以你也不需要压抑的觉得你什么都不可以吃，而是也可以让你看到你自己有没有均衡多元化。如果你发现，因为我每天都吃水煮鸡胸肉，你不腻我都腻，而且也不健康也不均衡啊。所以这个星期额外注意自己的蛋白质是不是好的蛋白质，就是不要觉得加工鸡肉块没有什么，它也真的没有什么啦，没什么蛋白质。所以选择的分量之余，也要看看食材里面是不是有适当的营养哦。跟着今天的4步方法，我们可以简单的把蛋白质融入进生活里面，然后继续每一餐好好的吃饭，分量保持不变，但是加入记录饮食的这个动作，拍个照就行。每天上厕所之后量一下腰围体重，不用身材焦虑，是为了让我们几个月后看到更明显的效果。活动量继续，但是要有加入力量训练哦。然后喝水也是继续保持2000毫升。那这个星期的资讯，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是有用的呢？或者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哦。让我们接下来的10个星期继续开心健康吃，减脂迎新年吧！我是素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你订阅了吗？还没有的话，按这里，谢谢。